雪月剑仙李寒一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那雍容的气度呢？你那拳拳在握的淡然呢？来，喊人，杀我！你的母亲乃是天启4守护之首，你却大逆不道，竟敢对皇子动手！你们承受得住这样的大罪吗？皇子无故不得离开天启，你却出现在四怀城中，你还说我大逆不道？我母亲守护的是天启，不是你们心怀鬼胎的皇子吗？好，李城主，我想今日之事和雪月城没有关系，你又何必要纠缠不休呢？哼，我既遇上，便就有关。差不多了，别把人吓坏了。谢西桥，大殿下还记得我？先生也是来拦我的。这要看你如何看待此事。你觉得我是在拦你，其实我是在帮你。今日你真的拿下了这无双城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飞虎将军在外面，城外还有一支随时待命的军队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整个四怀城都可以被踏平。我与李城主站在一起，吾等2人拦城，你再来一支军队，也跨不过我们2人2剑，1丈之地。你很少说如此狂妄的话。不对，这话还是说的谦逊了些。无需你，我1人1剑，剑长3尺，他们便跨不过这3尺。今日之事，骁勇记下了。真麻烦，杀了了事。别！好歹是个皇子，你若真杀了，你母亲那里不好收场。我悄悄杀了，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不知手上有多少无辜的性命。杀了他不可惜。江湖4大魔头，真应当有你一席之地。走。你方才该不会是真的想杀了他吧？我又不傻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？我不过是吓唬他。那接下来我们……既然没了那问剑之战，我自然是回雪月城。难得离开雪月城，不去些其他地方？你的话很多啊。哎，你啊，太凶了！我好歹和你师兄齐名，若论辈分，我是8公子，他是9公子，我还比他大一点呢。但你跟我说话，我总觉得是在威胁我。谁让你始终不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？这如剑仙的剑，我还是很想见一见的。你若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，我就邀你去雪月城，喝我那大师兄新鲜酿造的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是极好的，
但是和你比上一场，却是大大的不好。卢玉宅是不愿意合作了？他说，他的底线是不伤害他的师傅，所以他收到那2封信之后，会告诉他师傅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及时接住那2封信，事关四怀城生死存亡，陆玉宅势必会告诉宋彦辉。刘云起已死，剑山月已退，如今的无双城只剩下一个宋彦辉，看来这城主之位也该换个人做做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无双城的新任城主应当是？自然是论武堂堂主剑无敌先生。我同你说过，我对城主之位没有兴趣。自然，倒是郝先生只管修剑。答应过你的无双剑匣，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。多谢殿下。先生是执迷于剑的人。世上凡有执迷者，若不悟，则一生被毁；若悟到，便腾云而起。先生此时出关，应当是有所悟。但寻一剑，早就为先生备下了。我会替你寻到那卓越安，让他为先生试剑。祝先生一剑登天。你和他一起去，兴许剑先生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是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家伙视剑如命，怎么到了真要对剑的时候就停住了？莫不是怕了那周月安？洛阳酒家，先生，可是想进去吹一杯酒啊？在西边有一座木梁城，木梁城里有一位孤剑仙，据说是5大剑仙中最强的那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洛青阳。洛青阳很早就闭城不出了，这些年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剑仙交过手。你凭什么说他是第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！哎呦！好厉害的剑气！不仅厉害，他剑气之中最特殊的，在其杀气。杀气之重，杀气之浓。这杀气之中，包含着愤怒的剑意，是我见过所有人之中排名第一的。
你见过很多人吗？勉强见过些。无双城论武堂，见无敌，幸会。无双城，很了不起吗？不过你的名字倒是挺有意思，剑无敌。哼哼，在我的面前，你敢称无敌？先生，此人到底是谁呀？五大剑仙之中，他独占一个怒字，怒剑仙严战天，手持明剑破军。五大剑仙之中，他的杀戮之气是最重的，是个不错的对手。但好像他被花毒困在其中，他用自己的剑气勉强为自己震出了一片天地，但始终出不了这个9四。哼，微末伎俩，也想困住我？再过2个时辰，这花毒便对于我再没有半点影响。到时候我提剑而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下去。好。对了，你是不是随身带着花剑散之毒的解药？我，不可！先生，你切勿因小失大呀！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了，咱们的计划很有可能付之东流。咱们还是先去找卓月安，啊！这剑无敌果然脑子有点问题。为了能和剑仙一战，拿解药给严战天这般疯狂的想法都出来了。罢了。哼，既然不打，那就给我滚！哈哈哈哈哈！不必遗憾，总有一战那一天。这个大木头为何会出现在四怀城啊？你以为只来了一个吗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来了不止这一个高手？不，是来的不止一个剑仙。剑仙的事先不说，卓月安就在前面那个院落里。你们高手之间对战，在下便不必观战了。您请。过来！谁呀？又是？这般强的极暗剑气，全天下只有2个人能做到。风雪剑不会来这儿，所以你是……我不会运气这么不好吧？为何你没有中毒？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因为你和下毒的人是一伙的。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有。那就立刻去死！等等！有。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
独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？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柄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贤妻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宋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役，我就替你2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警府。这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骁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倒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1战，无关人等请速离开。典业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
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至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一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
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，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。
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，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4师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
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葬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时时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，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宫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办习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
庭燕徒儿，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时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，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罪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，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，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3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慈藏道君的词，不是慈祥的词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100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
西不见了。哎，东西掉哪儿了？哎，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嘿嘿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。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熊！前辈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姬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
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100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
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。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烨。廖廷烨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
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不要把他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